各位，你能想象吗？中国首富许家印呐，这个恒大的老板呐，给中国人民挖了2万亿巨坑呢，这么一个人物，在当初被抓捕的时候，可是最后的疯狂啊！竟然在抓捕现场上演了全武行啊！好家伙，这是应该是有内部的人士当年在现场看到这一幕的人给爆出来了。你能想象吗？这个许家印究竟是怎样的愤怒与绝望啊！你设身处地想一下，一位曾经呼风唤雨、身价千亿的商业巨擘，在宣布逮捕的那一刻，竟如困兽般奋起反抗，这得是多么一幅震撼人心的场景啊！时间是2023年9月28号那天呢，许家印接到了一个看似寻常的会议通知，议题呢围绕着保交楼这一核心任务，以及他口中呢念兹在兹的各项项目推进的承诺。他或许没有察觉这平静的表象下呢，已然暗流涌动了。他一如往常，带着秘书和贴身保镖步入了办公大楼，一切似乎呢与往日无异。然而呢，一丝不易察觉的异样开始显现了。当他们抵达电梯口的时候，秘书呢被突如其来的拦下了，继续前行，连保镖呢也被隔离在外。这个许家印当时就感觉到了一阵异样的寂静。走廊尽头等待他的呢，并非是熟悉的同事或投资人，而是一群神情严肃的经侦人员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许家印的第一反应并非恐惧，而是勃然大怒。他声色俱厉地质问道：“我是来参加保交楼会议的，你们究竟想干什么呀？”言语间，他仿佛依然是那个说一不二、权倾一时的恒大掌门人呐。然而，在场的所有人却保持着令人窒息的沉默，只是平静地开始宣读法律文书。真正的让在场的人呢震惊不已的是，当逮捕令宣读至一半的时候，许家印突然挣脱束缚，像一头发怒的野兽般猛然冲向了几米之外的一位负责人。他速度之快，力量之大，完全不像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。可是仅仅几秒钟之后，他就被迅速的制服，被压倒在地呀！大家想想当时那个情景啊。后来呢，有消息透露，与许家印一同带走的这个并非他一人，而是包括多名恒大的高管。唯独许家印做出了如此激烈的肢体反抗，也正因如此，他的关押等级随即被提升至最高级别。哎呀，这个人们呢不能理解许家印当时为什么那么愤怒，其实挺讽刺的。2021年的秋天，恒大呢已经如履薄冰了，游走在破产的边缘，资金链呢断裂的传闻甚嚣尘上，供应商蜂拥而至，堵门讨债，业主们也纷纷拉起横幅表达维权的诉求，社会舆论也是一片恐慌。就是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机时刻呢，许家印却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内部动员大会。他拍案而起，立下军令状，甚至带领8位副总裁联名签字，誓言要举全集团之力推进施工的交付。不得不承认这一招呢，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吧。地方政府暂时松了一口气，银行也放缓了催债的节奏，供应商们呢也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。然而，与此同时，一条隐秘的暗线也在悄无声息地推进着。就在许家印慷慨激昂地喊着口号的那些日子里，数以亿计的巨额资金正通过隐秘的离岸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向境外，目的直指加拿大、新加坡、瑞士、英国等地，而这些资金的最终接受人正是他的前妻丁玉梅。许家印
一边签署着保交楼的庄严的军令状，另一边却在暗中签署着海外资产的转移的秘密文件。这已经不能用简单的用两面三刀来形容了，而是一种彻头彻尾、有计划、有预谋的系统性的欺骗。很多人呢误以为许家印与丁玉梅的离婚呢是有感情破裂，然而呢事实并非如此啊。时间线异常的清晰，在恒大危机刚刚露出端倪之际，两个人便以惊人的速度办理了离婚手续。紧随其后，伦敦的顶级豪宅、豪华的私人飞机、瑞士银行账户等巨额资产一件件的转移到了丁玉梅的名下。仅那套位于伦敦的豪宅估值就高达45亿港币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呀？意味着许家印试图通过一纸离婚协议，为高达数百亿的巨额资产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。然而法律的公正与严明绝非可以轻易蒙蔽啊！随后的调查中，调查人员查阅了离婚前后的银行流水和通讯记录，发现两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频繁，沟通密切，根本就没有任何感情破裂的迹象。最终法院判定这场婚姻解除是虚假的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债务。判决的结果干净利落，离婚无效。紧随其后便是一连串的资产冻结令。2025年年中，伦敦法院率先出手，冻结了丁玉梅名下价值约600亿港元的巨额资产。几个月以后，香港高等法院也紧随其后，将分散在加拿大、直布罗陀、泽西岛和新加坡等地的账户全部冻结。法院公开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，仅在加拿大一个银行账户中就有高达1亿加元的巨额资金，而新加坡的账户里竟然还趴着高达7100万美元的巨款。这些本来可以用来盖楼、支付公司、偿还债务的资金，却被装进了信托离岸账户，静静地等待着避过风头的机会啊！如果说资产转移是精心策划的后手，那么此前的一系列操作则更加令你震惊。2019年恒大的账面收入中竟然有一半是虚假的，虚增金额超过2000亿元。2020年则更加离谱，虚假收入达到了实际报表的将近80%。短短2年时间，恒大竟然凭空捏造了5000多亿元的营业额。通过这些注水到严重变形的财务数据，恒大成功的在市场上发行了高达200多亿元的公司债券，投资者们掏出了真金白银，买来的却是一堆精心包装的谎言。这绝非是简单的经营失误，而是一种蓄意已久的诈骗行为。许家印个人因此呢被处于4700万元的罚款，并被终身禁止进入中国的证券市场。然而与他转移出去的巨额财富相比，这个罚款的金额甚至连零头都算不上啊！或许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法律的追索会从国内蔓延到全球。港交所摘牌退市仅仅是一个起点，真正的清算才刚刚开始啊！截止到目前，许家印呢被关押到深圳一个特殊的拘留设施内。最初呢，他是在北京接受监视居住，后来因为需要配合恒大的债务处理，才被转移到深圳。据称呢，目前的身体状况尚可，能够正常的饮食和睡眠，甚至呢依然可以同外界进行有限度的沟通。他还曾写信督促公司高层推进理财产品的兑付事宜。许家印呢确实到了这步田地，还能够提笔写工作指导意见，心理素质也确实是远超常人呐。许家印已经一审开庭，他全部都认罪了，在中国金融领域所能够列出来的所有的罪行基本上都认罪了，犯了一遍。恒大核心人员42名涉嫌金融诈骗重大已经被移送起诉。那么我前两天在主频道给大家也说过，我预言许家印的这个刑期大概率的是这个迟缓最轻也应该是个无期。到时候咱们看点个订阅，下期再聊。